男人正在树上荡秋千，脚下的手提袋突然动了一下，紧接着一团黑发从里面喷涌而出。这就是今天要讲的《咒怨》10周年纪念作《白老妇》。虽然15年过去了，但它依然是岛国最吓人的恐怖片。咒怨指的是含怨而死的人所下的诅咒，这种怨恨在死者生前的住所经久不散，从而形成一种带有诅咒的黑暗力量。任何触碰者都会必死无疑，从而产生新的咒怨，将死亡不断蔓延。最恐怖的是，咒怨会永远死守凶宅，诅咒每一个来客。电影开始，外卖小哥正在给客户送蛋糕，也就是刚才荡秋千的大叔家。可小文按了半天门铃也没人回应，就当他准备离开时，房门却自行打开。小文也没多想，赶紧走进房间。刚一进门就感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空荡荡的房间完全没有一丝人气。小文害怕不已，赶紧喊人来拿蛋糕。ケーキショップニコラですけど、ご注文のクリスマスケーキお届けに上がりました。今ちょっと手が離せなくて、すぐ行きますから。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对方出来。小文害怕订单超时，大声催促对方，结果得到同样的答复，仿佛进入时空隧道一样，女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话。小文充满好奇，放下蛋糕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厨房，发现里面早就空无一人。就在他一脸疑惑时，隔壁传来水流声。小文循声来到卫生间，从镜子里看到身后站着一个人影，他以为是刚才的女人，一把扯开浴帘，没想到里面全是被烧焦的痕迹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一个小女孩从门口经过，小文赶紧上前询问，可小女孩根本不理会他，直接跑到楼上。为了让他们签收，小文果断冲进女孩房间，不料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震惊。小文被吓尿了，连滚带爬的跑到楼下，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厨房再次传来女人的声响。今ちょっと手が離せなくて、すぐ行きますから。为了完成订单，小文颤抖着走进厨房，结果发现女人背上插着一把刀，早就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小文意识到不对，想要逃跑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下一秒，一个老奶奶突然出现。经历一系列恐怖事件后，小文幸运地活了下来。逃出别墅后，第一时间来到警局报案，结果被警察当成了精神病。无奈之下，只好通知女友将其带回家。注意看，此时小文的脸色已经变黑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容光焕发，说明她已经沾染上了污秽。还好千惠是个温柔体贴的女孩，特意为她准备了圣诞蛋糕，希望她尽快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。可就当千惠给她切蛋糕时，白天看到的那些恐怖场景再次出现，小文瞬间被恶心坏了，立马冲进卫生间呕吐起来。千惠看着男友痛苦的样子，急忙上前安慰，丝毫不嫌弃他，刚吐完就直接吻了上去，然后和他紧紧地抱在一起。这时小文突然感觉女友的身体异常冰冷，推开一看，发现她竟然变成了老太婆。紧接着一个篮球从卫生间滚了出来，小文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慌乱中捡起地上的水果刀刺了过去，本以为刺中的是老太太，谁知刀子却插在女友的脖子上。千惠痛苦不堪，挣扎着想要拔出刀子。就在这时，小文仿佛被恶魔附身一样，完全失去意识，将千惠扑倒在沙发上，乱刀捅死。千惠看着发疯的男友，流下伤心的泪水。第二天，出租车司机老穆送女儿上学时，小倩不小心摸了一手黏糊糊的东西，老穆以为是上个乘客留下的，并没在意，给女儿递去毛巾擦掉手上的粘液。女儿走后，老穆接到总部电话，表示警察找他调查关于上一位乘客的问题。就在老穆满脸疑惑时，突然从后视镜看到一张人脸，可转身后又瞬间消失不见。座位上还凭空多出一个手提袋，原来那位乘客就是之前荡秋千的大叔，座位上的粘液也是从手提袋里露出来的。可男人下车时明明已经拿走了袋子，为什么又会突然出现呢？下车后，老穆带着疑惑打开了袋子，发现里面竟然装着一颗人头。下一秒，女孩突然睁眼，镜头一转，来到7年后，小倩已经成为一名高中生。这天她正在画画时，两个同学跑了过来，邀请她一起玩通灵游戏。只要3人将手指放在硬币上，默念大威天龙，硬币就会移动组成一段文字。最重要的是，游戏需要一个逝者的灵魂帮忙。长发妹以为小倩的爸爸已经去世，所以才邀请她一起玩。随着咒语的念诵，硬币开始移动起来，最后组成未来的单词。小倩露出一脸惊慌的表情，下一秒硬币上莫名多出一根手指，抬头一看，小黄帽的灵魂出现在眼前，原来她曾是自己最好的闺蜜。小倩被吓坏了，急忙跑出教室，同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就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长发妹表示有东西丢在了教室，又跑了回去，而短发妹则来到卫生间等待，无意间从镜子里看到小黄帽从身后走过，然后走进最后一个隔间。短发妹好奇上前查看，可打开房门后里面却空无一人。
就在他一脸疑惑时，篮球老奶奶再次出现。原来小黄帽曾是小倩最好的闺蜜，一切罪恶的源头还要从7年前说起。这天，健太郎在中介的带领下走进一栋豪华别墅，墙上画着十字架，看上去很不吉利。但由于价格便宜，健太郎并不在乎这些。妻子在厨房查看时看到一张照片，上面的人正是黑少女中真理子一家，在电影中象征着恐怖和怨念，因此这所房子被称为日本第一凶宅。屋内怨念冲天，恐怖笼罩着每一个到访者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个房子已经死了17个人，但重新装修后房子根本看不出任何死亡痕迹。不知情的健太郎还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，殊不知这正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随后笃次走进房间，在里面看到一面被布盖住的镜子，掀开后发现镜子完好无损，可就当他准备伸手去拿时，突然被一只鬼手抓住。这时外甥女未来走了过来，问他是否一切都好，可笃次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，一脸呆滞地走出了房间。原来他的灵魂被封印在了镜子里，现在的他就像一具行尸走肉，成为第一个被诅咒的对象。自从搬进来后，未来也经常生病，小倩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放学后特意来看望他，不料刚进屋，老奶奶就抱着篮球跑了过来，用犀利的眼神盯着他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老奶奶走后，未来告诉他一个惊天秘密，表示自从来到这里后，叔叔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，经常对他动手动脚。由于家庭问题，他从来不敢和母亲说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笃次走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强行将小倩赶出家门，随后拖着未来向楼上走去。小倩在楼下无助地看着一切，面对好友的求助，她很想上去救人，可由于自己太小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奶奶虽然精神有问题，但对未来的爱却丝毫不变。听到未来的惨叫，立马来到镜子前，戴上假发，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未来的模样，然后冲进房间，抓起笃次的手放在自己胸前，希望他伤害自己，不要再欺负未来。笃次被整得一脸懵逼，推开奶奶后慌张地跑出房间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找过未来。这天晚上，父亲看着笃次的成绩单彻底暴怒，眼神中充满愤怒和失望。妻子看到后急忙上前安慰，表示明天就是圣诞节，她订了蛋糕，希望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过节。可丈夫并不领情，希望她以后多关心一下笃次。这时大女儿表示，你就是个后妈，不必自责。父亲听后更加愤怒，指责她和笃次一样也是废物，16岁就出去乱搞，最后未婚先孕生下了未来，因此造就了未来悲惨的人生。与此同时，笃次从磁带里听到一段诡异的录音，仿佛被恶魔召唤一样走到窗户前，下一秒笃次被咒怨吞噬，彻底黑化，正式开启了虐杀时刻。只见他拿着棒球棍来到父亲房间，一闷棍将父亲直接送走，然后来到奶奶房间，用绳子将其活活勒死。美帆听到动静后，以为奶奶在叫他，表示自己现在很忙，一会儿就到。今ちょっと手が離せなくて、すぐ行きますから。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笃次就冲了过来。美帆以为他肚子饿了，赶紧给他做饭，可在他打开冰箱时，却被笃次一刀捅死。此时妹妹正在看电视，丝毫没察觉到家里的异常。当笃次来到她面前，早就为时已晚。何？随后将他拖进浴室，在身上洒满汽油，最后点燃一根火柴，活活烧死在了浴缸里。未来听到母亲的惨叫，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不一会儿，笃次就破门而入，一把将他拖到床上，做出猥琐的动作。但这次他并没有侵犯未来，而是从包里拿出一把锯子，把他的头残忍地锯了下来，然后装进手提袋走出了房间。第二天清晨，笃次拎着手提袋坐上小倩父亲的出租车，准备前往郊外的小树林。与此同时，外卖小哥正载着蛋糕向他家驶去。笃次来到树林后准备上吊自尽，临死前和未来做了最后的道别。可当他把绳子套进脖子后，突然犹豫起来。这时录音机里传来未来的声音：早く来て。怖いからこっちに来て。ごめんなさい。行きます。笃次死后，外卖小哥正好走进房间，新一轮的诅咒重新开启。之后就发生电影开始的一幕，镜头一转回到7年后，小倩放学后看到桌上的饭菜和纸条，得知母亲今晚又在加班。自从父亲死后，母亲担起家庭重任，只能拼命赚钱养家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小倩以为妈妈回来了。可当他准备开门时，突然听到未来的叫声，转头一看，发现未来的鬼魂正站在墙角。小倩瞬间亚麻呆住，脑海中闪现出未来向她求救的场景。她以为未来是来报复自己的，急忙向对方道歉，但未来并没有伤害她，而是将那只幸运小熊还给了她，希望她平安健康的活下去。因此，小倩成了本片中唯一摆脱诅咒的人。咒怨是含冤而死的人所下的诅咒，未来放下怨恨，原谅了小倩，所以没事。或者说，小倩的父亲已经帮她抵挡了诅咒。电影最后属于开放性的结局，仿佛在告诉观众，咒怨并不是无敌的存在，只要放下仇恨，一切都会变成美好。千万不要让仇恨的火焰蔓延，否则它将吞噬你的快乐，毁掉你的一生。